是一台工业级直流电机。这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完整的设计一台直流电机的组成很简单，它主要分为两大部分，分别为固定不动的定子以及旋转运动的转子组成。我们先来说它的定子。定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产生恒定的磁场，它主要由基座和定子磁极所组成。定子磁极被使用螺栓紧紧地固定在了基座上，基座由高导磁率的磁性材料所制造，一般为铸钢。基座内部安装的则是定子磁极。我们来看下磁极的构造。磁极分为上下两部分，上面是极身，下面是极靴。极身上安装的则是力磁绕组，而极靴末端较宽，它能将绕组产生的磁通量分散开来，从而产生更加均匀的磁场。在极身的上面还有一块间隔片，可以用来调整定子和电梳之间的气息。定子磁极并不是由实心钢制成，而是由一堆绝缘的硅钢片叠加而成，每片的厚度只有 0.5 毫米左右。这种层压方式可以减少磁涡流的产生，从而最大程度提高电机的整体效率。在磁极的两侧还有两块厚钢板，用于保证磁极的机械稳定性，并使用铆钉进行固定。不过现在的设计中，极身和极靴一般被设计成了一个整体。我们前面说过，极身上面是安装力磁绕组的，但是为了绝缘以及支撑绕组，需要使用绝缘结构将线圈固定住。力磁绕组的线圈一般采用覆盖有绝缘漆的铜导体制造而成，可以防止线圈之间短路。为了进行绝缘以及长期的耐用性，绕组被紧紧地包裹在玻璃纤维的绝缘材料中，然后再覆盖绝缘漆或者树脂材料，以保证力磁绕组的机械强度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定子磁极是设计直流电机的关键，它会直接影响到直流电机上的其他关键部件，比如电梳绕组、换向器以及所需的电刷数量，这些后面会详细讲到。定子磁极之间是通过串联来进行连接的，并以磁性交替的方式进行排列。这种交替的磁性对于旋转转子至关重要，同时串联连接还能确保相同的电流流过每一个磁极，从而在整个电机中形成平衡且均匀的磁场。在每个定子磁极之间还安装有换向极绕组，它们和定子磁极一样，使用螺栓固定在基座上。换向极绕组的构造如图所示，它们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产生换向极磁场，抵消电梳反应中的焦轴磁场分量，从而改善换向性能。换向极绕组也是由线圈缠绕而成，不同的是，换向极绕组的匝数比较少，但是使用的线圈更粗一些。一般工业级的大功率直流电机还包含补偿绕组，在极靴上有很多的轴向凹槽，补偿绕组就是嵌入到这些轴向凹槽内的，它们通常排列成同心圆的形状，与换向极绕组一样，它也是使用的较粗的导体制造而成。定子磁极、换向极绕组、补偿绕组组合在一起，最终就能组成一个完整的电机定子了。下面我们来接着看转子。转子也有自己的绕组，称为电梳绕组。当电流通过这些绕组时，转子会产生自己的磁场，转子磁场与定子的静止磁场相互作用，就能够产生扭矩，从而驱动转子旋转。转子由4个主要的部件组成，分别是转子铁芯、转子绕组、换向器以及转轴。转轴用于将电机产生的扭矩传输到外部的机械部件，它上面有一个轴键，用于将转轴与外部的机械系统进行连接固定。转轴通常由锻钢制造而成，机械强度非常高，能承受比额定值高出10倍的扭矩。转轴上面连接的是转子铁芯，转子铁芯并不是一体铸造的，我们放大它就会发现它由非常多的硅钢片所叠加而成，硅钢片厚度在 0.5 到 0.7 毫米之间，每块硅钢片会单独进行绝缘，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电流的损失，然后将这样的一组圆形硅钢片再横向堆叠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转子铁芯。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，每组硅钢片之间会相隔一定的距离，这是因为每组硅钢片之间会有一个间隔键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这些间隔可以用来作为通风管道使用，降低转子运行期间所产生的高温。整个转子铁芯使用夹紧盘进行夹紧，并使用长螺栓进行固定。转子铁芯外部流出来的 U 型槽被称为电梳槽，电梳绕组就被放置在这些电梳槽内。可以看到电梳槽是非常多的，每一个电梳槽都像这样进行排列，最终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电梳绕组。单根的电梳是采用粗导体制造而成，可以承载比较大的电流通过。每个电梳由2部分所组成，中间的绿色部分是导体束，这部分位于电梳槽内，另外一部分位于电梳槽外面。它们由转子的夹紧盘进行支撑，每个电梳的2根导体束之间的距离都是提前精确计算好了的，
它们的距离是根据电输槽的数量来设计的。像这个电输，它之间的电输槽数量就达到15个。为什么是15个呢？这是因为定子上有8个磁极，而转子上有120个电输槽，因此每一极的电输槽数刚好是15个。现在我们将电输线圈通上电流，然后将它放置到定子所产生的磁场中，那么定子绕组的磁场与电输绕组的磁场就会相互作用，从而对电输施加作用力。我们来具体看下电输的受力情况。如果想要判断一个导体在磁场中的受力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使用左手定则，食指指向磁场的方向，中指指向电流的方向，那么大拇指的方向就是导体的受力方向。现在我们将左手放入导体内，然后按照左手定则，我们就能得出大拇指的方向就是导体的受力方向，也就是导体会向左进行运动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电输的另外一半其实是在另外一个磁极下面的，这一半电输的电流是相反的，但是这个磁极与旁边这个磁极也是相反的，因此整个电输都会产生一个向左的作用力，从而产生一个扭矩。为了将电输绕组与转子铁芯之间进行绝缘，还需要使用槽衬插入到每一个电输槽中。在典型的直流电机中，电输一般都是一边高一边低的，这就能使得每个线圈都能进行交叉排列，从而形成一个更加紧凑的电输绕组。电输放置完成后，接着还需要插入玻璃纤维制成的槽楔，以便将电输槽封闭起来，并牢牢地固定在电输槽内。这样一来，电输就不会受到旋转产生的离心力的影响了。这种绕组相对来说结构比较简单，易于制造，因此被广泛应用于中小功率的直流电机中。大功率的工业直流电机，电输绕组的层数会更多。可以看到，每个电输内都是由3根导线组合而成的。这种设计可以大大提高电机的载流能力。有个问题，电机需要使用外部电源才能进行工作，那外部电源是怎么给电机供电的呢？这就需要使用换向器了。这个就是电机的换向器。换向器的组成并不复杂，它有很多个铜片所组成，铜片之间会有一定的空隙，这就是单个换向器片的形状。它通过2个 V 型结构紧紧地固定在换向器上，每个换向器片都采用高绝缘的材料覆盖，从而实现电绝缘。至于换向器片需要多少个，这取决于电输的数量和所用的绕组类型。一般来说，对于单层绕组，换向器片的数量等于电输槽的数量。对于由3根导线组合而成的电输来说，换向器片的数量将是电输槽数量的3倍。由于换向器的直径比电输要小得多，因此需要使用升高片，将换向器片与电输像这样连接起来，从而完成导电。在换向器的中间，需要插入绝缘材料制成的垫片，以使得它们彼此之间保持电隔离，从而避免发生短路。在换向器上面连接的是电刷，大多数的工业直流电机使用的电刷是使用石墨基材料制造而成的，这种材料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耐磨性。电刷由这个电刷架进行固定，电刷架里面有一根弹簧，它可以将电刷紧紧地压在换向器上，以确保电刷与换向器是可靠接触的。整个电刷架又与一个刷臂进行连接，这种设计可以使得我们能在刷臂上安装多个电刷，电刷上导线通过螺丝进行固定。那这样的一组电刷需要安装多少个呢？其实这个取决于电机的磁极有多少个。我们讲的这种电机有8个磁极，那么就需要8组这种电刷组合。在换向器外面还有2根母线，母线以这种方式与8根刷臂进行连接。现在我们再来看下电流的流向，外部电源提供的电流先到母线，然后通过刷臂进入到电刷，电刷再将电流提供给换向器片，换向器片再通过升高片传输到电输线圈，从而完成整个电流的传输。整个换向器再连接着一个支撑盘，起到支撑稳定的作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支撑盘与换向器的母线是需要使用绝缘螺栓和垫片进行隔离的，这个是为母线提供电力的外部端口。外部导线通过这个黄色绝缘体进入到电机的换向器，然后与它的母线进行连接，就能为电机提供电力了。现在我们将转子放入到定子内部，然后使用一个外框架对它们进行包裹和固定，接着再使用2个轴承在两侧连接上2个端盖，一个完整的直流电机就组装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